你交的税最后去了哪里？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税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支付的代价，因为修公路要钱，学校要钱，各种东西最后都得有人买单，所以税这个东西说复杂很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大家把一部分收入交给政府，政府拿这些钱再去维持整个国家运转，因此纳税基本是每个国家的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但是这其中就涉及了一个问题，可以说是吵了几百上千年，就是应该交多少，谁应该多交的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美国联邦政府采用的是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，简单来说就是赚得少税率低一点，赚得多超过的那部分税率高一点。到了1985年，美国个人所得税已经有14档之多，最低11%，最高50%，这还只是税率，后面还有抵扣、免税额、折旧、投资优惠、资本利得和各种特殊条款。普通工薪族看完税表，通常只想知道我到底要交多少，而专业税务律师看完却能很清晰知道还有哪里能少交。而彼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。1985年5月，他在全国电视讲话里直接批评，当时的美国税法已经变得复杂不公平，而且塞满了各种特殊漏洞，要多复杂搞多复杂。有钱人能够请昂贵的律师和税务顾问研究规则，普通工资族却往往只能照章交钱。里根甚至把当时美国的税制形容成一辆破旧老爷车。1985年5月28日晚，里根在全国电视讲话里把自己的方案摆到了美国人面前。第一刀，先砍税档。当时个人所得税有14档，从11%一直到50%。里根准备直接压成3档，分别是15%、25%、35%。第二刀，提高个人免税额和标准扣除。里根计划把每个人的个人免税额从大约10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，夫妻联合报税的标准扣除提高到4000美元。按照白宫当时的方案，一个4口之家如果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.2万美元，可能1分钱联邦个人所得税都不用交。第三刀也是最麻烦的一刀，就是堵漏洞。因为税率降了，政府又不想因此少收一大截钱，那就得把过去藏在税法里的各种特殊优惠往回收。里根当时甚至公开点名过一些他认为不合理的项目，例如什么鬼风力项目优惠，以及披着教育外衣的豪华邮轮旅行抵扣，还有一些体育场豪华包厢等商业费用抵扣。里根公开讽刺过富人，把体育赛事豪华包厢之类的消费当成商业开支抵税，你们一个比一个玩得溜。尤其还有一些卧龙凤雏，利用房地产来避税。里根1985年在北卡州立大学演讲时，专门讲过一种很神奇的美国建筑，就是一种能看穿的摩天大楼。这种楼虽然盖起来了，里面却连隔断都懒得装。正常人盖办公楼，逻辑应该是先有人租，然后收租，最后赚钱。但当时美国部分房地产项目的玩法顺序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借款利息、折旧等项目能够产生税务扣除，一些投资者甚至可以拿房地产账面上的亏损去抵掉其他收入，从而少交所得税。换句话说，很多卧龙凤雏盖大楼就是为了亏钱，然后合理避税。当时的里根还幽默地表示，连爱因斯坦都搞不懂美国的报税表，也许爱因斯坦就是填了税表以后头发才变成那样的。1985年6月1日，里根专门讲了个故事，一个有信仰的农民挤牛奶，奶牛不停踢翻奶桶，按信仰他不能打他，也不好骂他。最后他站起来告诉奶牛，我不能打你，也不能骂你，但我可以把你卖给一个会打你的人。讲完这个故事，里根马上把话题拉回华盛顿。他说，美国税法为什么越来越复杂？因为各种行业和团体跑到华盛顿找议员、找关系、找自己的特殊待遇，一个优惠看起来不多，几十年下来，税法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而里根把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比成了那头不停踢翻奶桶的牛，最后买单的还是那些没钱在华盛顿养一支游说团队的普通纳税人。所以他甚至给总统重新安排了一个兼职，叫人民的游说员。别人替行业说话，总统替普通纳税人说话。但话说得漂亮，可是真正开始取消各种优惠时，房地产说自己特殊，能源行业说自己特殊，地方政府也说自己特殊，各种企业同样有一整套理由，所有人都同意美国税法必须简单，然后补一句，但是我们这一条最好保留。里根后来总结改革时讲过一个3阶段定律，一个新主义刚出来，第一阶段疯了肯定不行，第二阶段也许能行但没必要，等事情真快办成了，第3阶段我早就支持，而且这主意我也想过。所以1985年的税改很快从经济问题变成了一场利益重新排座位。美国总统可以提出税改，但改税法得国会点头。而1985年的众议院控制权在民主党手里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滕科夫斯基更是绕不过去的人。所以里根嘴上天天喊改革，现实里还得和民主党众议长蒂普·奥尼尔坐下来谈。他甚至开过一个玩笑，哪天去波士顿可以请奥尼尔喝杯茶，两个人也搞一次自己的波士顿清茶事件。到了12月，法案甚至一度卡在程序上，差点连正式表决都进不去。里根只能亲自去国会找共和党议员，又给奥尼尔打电话，希望先把票凑够，让改革别死在半路上。终于，1985年12月17日，众议院通过了税改，紧接着就要送去参议院。
但这个版本已经和里根5月份送进去的方案不完全一样，但在美国基本什么法案经过参众两院都要脱一层皮，最终经过参议院不断争吵，税改最终版本变成两党15%和28%。1986年税改大幅提高标准扣除，又把每个人的个人免税额逐步提高，到1989年达到每人2000美元，一家4口是8000美元。8000美元免税额听起来不多，但当时美国全国住宅中位价大约在8万美元，在当时美国类似这种低收入家庭有约600万。往后里根这套税改可以说是影响了全球。以前很多国家的税制是税率很高，优惠也很多，表面看税率吓人，实际上一堆企业和高收入者又能通过各种扣除、减免、特殊政策把税负降下来，实际上就是高了个寂寞。后来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欧洲不少国家，包括亚洲各国，都不同程度沿着降税率、扩税基、简化税制这个方向改革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，最高税率从50%砍到28%，政府不就少收一大笔钱了吗？实际上里根的改革没有少，反而增多了对富人的税，只是换了一种税法，也就是扩大税基。比如一个人一年赚100万美元，就税法里因为各种抵扣、投资优惠、亏损抵税，最后可能只有40万美元需要算税，这40万就是他的税基。改革以后，很多优惠被取消，100万美元里可能有80万美元都得拿出来算税，这就叫扩大税基。同时里根在改革时还把企业所得税给它增加了，但他这个增加也很微妙，就是表面企业税率下降，但是投资税收抵免被取消，折旧优惠收紧，一些亏损抵税受到限制。企业税率虽然降了，但以前可以从应税收入里扣掉的很多东西也被收回去了。美国财政部后来总结，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降低企业名义税率，同时扩大企业税基。税改折腾了1年多，最后终于走到终点。1986年10月22日上午11点，里根坐到桌前，正式签署1986年税制改革法。这一刻，他已经推动税改将近3年，被无数人质疑。里根自己都说，这已经不只是一次改革，更接近一场税制革命。个人免税额提高，大量低收入劳动家庭被移出联邦所得税缴税范围，同时大量税收庇护和特殊优惠被取消或限制。里根在现场把参与税改的两党人物挨个感谢了一遍，彼时里根在税制改革可以说是相对成功的，但他后来被许多美国人诟病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在于里根对企业的监管大幅度放松，尤其是金融行业的放松。而且之前美国左派的多税党也是有它的道理存在，经济热时大家收入涨，自动滑进高档，财政抽水降温，衰退时收入跌，自动调回低档，税后留存变多托底需求，这是凯恩斯主义留下来最实用的一个机制。可单一税却没有这功能，因此后面的美国也逐渐把税档调到了7级，但并没有把最高税率调回来。里根把最高档从70%砍到28%，这一刀定义了此后40年的天花板。后来人最多把顶档摸回39.6%。